这几天真的是雨下不停哦，但是我有一种贵人出门的命，今天要拍一辆车，终于不下雨了。我知道我这个频道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JDM 经典车，但是今天非常荣幸的，Nissan 350Z 菲雷帝，感受一下是不是？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来 POV 试驾啦。今天我非常荣幸的，隔壁有一位 Gary。Hello， 你记得他吗？我们是 AMC， 之前还邀请过我出席 MCCM 的 Annual Dinner 啊，哇，100辆车记得吗？哇，现在又 fit 了，又瘦了哦。那这辆是你买回来的一个玩具，什么时候买啊？前年年底12月的时候，1年多了咯。啊，对。哇，然后看你搞很多东西啦，其实有改东西嘛？改是微一点点的，都是复兴，全两侧复兴，只是复兴应该用了4到5个月。就是 engine 就是都有做啦 engine 啊 engine 都有做，那些 oil seal 啊 gasket 啊 rubber 啊全部做了，pump 啊带冰啊全部做到完了，只是 engine internal 没有做。那你这辆车是什么年份的？2000年，23岁现在。2000年跟我妹妹差不多嘞，有可能大过你们哦。有，真的是00后啊，00后的00。菲雷帝在马来西亚应该很少人拍，全世界市场里面除了鬼佬啦，好像都很少人去讲这辆车。对，美国多，香港啊那些都比较少，然后他们甚至都开始忘记有这辆车存在。不懂有没有像我有玩过 Need for Speed Underground 1、Underground 2的？当你玩到 Underground 2的时候呢，第一辆车我们就是拿到菲雷帝的青色那辆，童年的回忆这样子啦。那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个赞，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了。话不多说，我们去看看车啦 ，Let's go。Asian Motorsport Culture， 我们的车队 AMC、MCCM、Mercedes Car Cup Malaysia。Gary 呢就是我们的 leader 啦。据说这副引擎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有分第一代、第二代。这副引擎是一具3.5公升的 V6 6缸的自然吸气引擎啦 ，VQ 35DE 这款engine。新一款的 facelift 的呢，它有一个 VQ 35 HR RPM rev 会高一点 ，horsepower 会高一点点。然后它的 intake 呢是2个的啊，这个就是1个的。改款的也是3.5，但是它做了一点小改进啦 ，cam 啊那些东西都有改进了。它当时出的时候有5个版本，它其实很多 spec 的，街用的我们只有3种版本了啦，有 Sport 的，有普通版的，还有很多啦。然后就是赛车版的也有2种啊，那耐力赛啊，还有它赛车队用的啦。那个我们在街上是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这样子的 VQ 35DE 呢，很多人说它有那个进气不顺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都会改那个进气啊。所以这里对 Open Board Oil Filter 哈 ，Open Board OK， 这个白冰。Total body 换过了，我们叫做 Premium Spacer， 给它的那个 intake 多一点空气在里面循环。里面这个里面的粗我已经 cut 掉了，里面做稍微 polish 了一点点 ，radiator 我全部换了。fan motor 啊、皮帶啊、oil seal gasket、帶冰、clutch pump、big pump 好、clutch pump 好，整輛車基本上會壞的東西全部是補進了。sensor 全部換完，Made in Japan 的新的 sensor 全部換完。原裝這輛車全部都是新的。這個 strap bar 有的了哈。啊，原裝有這個 strap bar，因為我改了這個要裝這個 strap bar，所以我的這個蓋呢，我會加了一點 washer，
给它高一点，要不然是顶着的。这副引擎真的很大副一下哦，刚刚好它的 size 而已哦。这粒 engine 其实比普通的我们的2.0的4个 piston 的 engine 还要热，比 turbo 车还要热。它要求的 engine oil 会比较能顶温度的一点的。这个 engine oil 5个 liter 罢了，所以它大概5-6千 km， 它的 engine oil 就会变成很watery，就因为它很热，又只有5个 liter， 所以变成它就不是这么能顶，但是它是一辆很翻的车，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的。翻卡呗。很轻巧，这个盖好。aluminium 的。这样大个。aluminium 的。那这个灯也是有做过客制化了的哈，它里面都是喷黑窑，它也是在 Louis JDI 那边改的，也是 A-Force 的品牌，但是它是 mini 啦，比较小粒一点的。然后它的 signal， 哇哦。sequential man， 它这个是 signal 灯来的，我拿来改成有一个红灯在那。基本上在马来西亚好像是没有什么人去讲它，觉得开上云顶应该是没有多少个人，甚至是 POV drive 应该都比较少一点的哈。一个半手指的高度吧，它是用这 01 的 Go adjustable Gobi Race 的一个泰国 rim ZE40的这个设计啦。轮胎的尺寸为255 40R18，哇，前面都已经这么宽了，后面的话不是275？对了，275。用着纳西的4活塞刹车卡钳。后面的 rim 不一样哦 ，Gary。Made in Japan 的 RG2， 这个 rim 超轻，10J ET15。然后为什么要跟前后放不一样的 rim 呢？这个 rim 我找到的时候只有2粒，然后我看到它这个 offset 是非常非常适合我这辆车的，我就不理了，照拿。我还没有找到前面的9J ET22 Perfect Payment for 我前面，所以我就找了一套泰国的来顶这些因为这个 offset 也是美，但是它就是弱点，不是日本，它比较重。因为我们这个车是后轮车，所以后面轻已经是一个占了很大的优势的一个情况。前面是用这 Continental MC6 啦，后面是 Sport Contact。Conti Sport Contact。后面很听话，前面就有一点。那车头应该是很重哈，应该是很重。275 40R18 寸，后面的粗我的胎呀，还有一个原装的刹车卡钳，我觉得很 fit 这辆车刚刚好哈。不好意思我的车牌坏了新的已经到了，我还没有用。我是很喜欢它的这个尾箱开口有的按的对。但是没有 keyless entry。有一个非常通病的问题就是它的后面这个其实不是 plastic 而已里面是有 anti-roll bar 的是吧？对，有 bar 的，放那个这里有 bar， 这里有 bar。所以本来我开始买回来，我不知道我去拆了它，我以为可以用了这个位置，原来一拆下来，里面整个铁在这边，这个整个铁在这边，在空间里面呢，这个真的是占了一个很刺猬的，因为它的情况，真的是来设计它的那个操控那些。还有的放 spare tire 的对，但是我拆掉了，减轻一下。然后它的尾箱空间其实没有讲很大嘞，但是2个人 OK 啦，我们去放一个行李箱，然后买一点菜放这边，基本上是 OK 的，只是它这个左顶。很占位置，真的很占位置。尾箱看起来好像很压力，因为它很大它的那个玻璃又大，这里开口又大，所以感觉是很重，但是还可以Japan spec 有一个。现在已经是没有了咯，以前的车会有的，现在全部就1了。好，放着手把是这样子，所以有无边框门，当你开门了之后，那个窗会往下掰。哇，这些 plastic 还是很漂亮，automatic up down。这里有置杯架所以这里是没有的放东西的对，没有 drawer 的。还有一个 base mini， 改了 Infinity 的整套 speaker， 后面还有2粒喇叭。如果是手排版的话呢，它是没有皮革座椅。通常有皮革座椅都是高配，都是 auto 的。这真的是有很多 spec 我们讲不清。现在这辆车是 Japan spec， 日本 spec。它的椅子我推不到后不懂最近有一个 bug， 调整不到前后椅子，所以我只能做这样子。但是 OK 啦，是蛮靠近我的这个 driving position， 声音就是美。给我踩一下。那个声音。GTR 有没有？所以现在是很适合多 G 啦，这个角度刚刚好。我的这个姿势没有办法连我的 GoPro， 因为太靠近仪表了，所以太靠近的话它 focus 不到，就没有办法。希望你们这里看得到声音。哇，那个 clutch 要放得很高一下原装那个 clutch。对，不是 semi racing 了 ，semi racing 是上手是蛮难一下，是那个抓磨它的那个 clutch 而已。但是习惯了那个离合器是基本上是 OK 的。这是啥？OK 呀。
OK， 我说。Sorry， 我帮你加一朵。这辆车的储物空间是好像有点少哈、哦。非常少。我要放电话都不知道放哪里，然后这里是以前一个 screen。听下这里。哇哦！哇车，不要让我。我听到一个 prop。哦，它因为我用的是那个 racing 的 gear oil， 所以变成它要热了之后呢，它换 gear 会才会顺一点。它的原装哦，这辆车是 short shifter 的话是 direct to 那个压箱跟 engine 对，所以它就比较直接了。我要试一下，不习惯它的 clutch 要放得很高。所以我叫的很超，有点不习惯。有一样东西就是 manual 的 long shaft 是 carbon fiber 的，买回来的时候那个 coupling 是有问题，然后我就把它的 coupling 去改成那种 serviceable 的 coupling 了。哇，后面还可以放一些东西哈、以前这个是装 radio 啊，那个放 CD player 的，就是那种放个6片的，然后我就现在都没有用了啦。这种这个以前是 GPS， 日本的 GPS 是没有用的，可以关，但是它关不到它是关到，但是就是它关的时候呢，它就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很顺了。哦，明白。原装有3个表，就是它的 battery oil， 还有一个对，然后这个车还可以在这边调它的 shift light。哦 ，OK。它有原装 shift light， 然后有的看它的时间。有带很臭的，还有一点时间这个慢慢驾习惯就 OK 了。你看我丢 clutch 丢到太不顺了。我现在坐姿是很靠近前面的 dashboard， 我是有点不太习惯了，但是跑山路 OK 的。但是如果你讲长途驾驶的话哦，我比较喜欢坐后面一点点，那个脚会比较舒服啦，就是那个踩那个 clutch 方面。那如果你讲它的这个牙柄哦，它因为它 direct， 所以它 short shift 到来哦，它很结实、很扎实，然后比较硬一点的，你进档啊，它不像我给你个概念，它不像 FD2R 还是 FK8那种，好像有点像玩具一样，这个要用一点的力。给我回想起以前我加500个的那个皮卡丘 Ford Focus ST 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肯定是没有这个爽，因为它是 direct 嘛，直接对压箱，哇，它的那个油门反应真是顺哦，又快哦。所以那个 clutch 其实不用踩得很深的哈、哦，感觉到踩一点点就可以了是。我真的还是不习惯那个油跟它的那个离合器哈、哦，哎呦，查了有点难的这个。没事，很快熟悉。第一上手，我们相信Adrian。没有这样。如果这辆车要改下去的话，其实有什么好改吗？这辆车你可以改 engine 啊，也有我看过有一些人在马来西亚的也有改去 RB26 啦、RB25 啦、2J 啦，很多种改法。也有一些人会放 Supercharger 啦、Port Turbo 啦，很多非常多种。这样以现在的市场的价值呢，你再加上改这些东西下去呢，其实你真的是搞到起来100多千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拥有这样的实力的一个东西啊，真的是一辆很值得玩的一辆车了。对于我个人而言啊，不代表其他人的想法。毕竟都有20多年的车了，所以现在的价钱哦，菲雷迪都好像比较高了哦。最近起上来了哈，它一直在起了，每几个月就起轮，每几个月都起一轮。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它是大概40-50千吧了哦。我最低的时候听说好像30多千都有啊。哇，买到赚到哈！然后因为很多人当时会遗忘掉有菲雷迪 JDM 的存在，然后一开始他们要玩回 JDM 的之后呢，他们就想到，喂，菲雷迪哦，他们就把那个价钱炒啊，然后所以现在你想要买菲雷迪的手牙的有点难，是不是？然后价钱也不便宜哦。原装 manual 哈，全马应该是不到100辆的。哦，现在有些是改出来的啦。manual 啊，但你这样是原装的哦。这个是原装的 manual。哦
3.5公升，没有改过 remap 那些。它的原装的动力是说286个 HP， 还有371个斗哦，哇哦！但是我感觉到你看2000转，其实你都 feel 到它的扭力，因为排气量就是网道嘛，它的底气都有3.5在那边了，然后4000转会来满300多个斗啊。Off aircon， 开窗，开窗，聽聲音了。你俾下意見，我覺得6000幾轉後邊嗰幾百轉係那最後那幾百轉的沥水是有一點空，所以我很習慣是6000轉就換 gear， 但你試一試給我感受一下是不是？試不到0到100，可以啦。Nissan Hello 家族。哇，那个声音 ，Shift Light， 哇，爽！我觉得，如果你讲那个动力来讲哦，它没有讲很暴力耶，它很顺，对，它是有那个力的，它不会给到你下到虽然是3.5啦，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300多匹、400匹 V， 你想象它是一个2.5 V6 就好了，它再有力一点点，感觉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这辆车也不是讲0到100有多快了哈。它被告，它的段不是很紧的。哦，是咯。它这个车的就是它的尾力很好玩。哦，尾力啊。尾力很好玩。你出弯它的沥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NA， 你要一直玩它的那个 RPM 来提速那个出弯的那个效果，是一个很靠自己的 skill 去控制那个 RPM 的一样东西。声音的确是好听的，它很 GTR 的声音，真的很 GTR。哎，进到6号牙。哇，那个牙箱是真的哦，那个牙柄，direct。我现在有听到的声音哦，是后面引擎声，就是被后面的排气给盖掉了，你完全听不到它前面的声音的哦。迟一点会轻微zap一zap那个 exhaust 的声音，给它 balance 一点。我觉得现在 exhaust 和前面的 engine 好像不匹配。哇，那个沥水的是爽。但是哦，这辆车因为就是 Japan spec 哦，所以它会有那个 speed cut 180的时候的。你看我一直进到6号牙还。我跟你讲，那个这种声音哦，是真的是高潮，很爽的，听了。V6 GTR 来了。很多人以为我平时在走 highway 的时候我要跑，其实我是走得顺，它的 exhaust 已经很大声了。哎呦！跟你讲那个声音，我很喜欢那个高转的声音哎。哦，你是打97是吧？这辆车？哦 ，sorry 啊，我是打95啊，这辆车。哦，怎样？95可以啊。哦，可以，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97啦，第一，然后这个 engine 里面的 piston 所有的东西有可能我会再 review， 所以不用太过在意它的97和95了。6000转它已经是给你 shift light 了。
叫你换牙了。那个 shift light 可以自己调动。哦，你可以调多少转？对，你可以用这个 button 来6600，你可以自己调动你要多少的转速去换那个。2000转不可以，会有那个humming 声音很重，在2000多转。它反而跑快，反而那个声音就没有这么吵。我觉得开窗，对，听一下声浪。然后我一直进到4号牙多力。就来到山底哦，很快。很顺耶，完全哦，在这个卡拉上面没有什么压力耶，就是轻轻踩，好石头砖。哇，那个刀 shift perfect 哦，声音就是这种声音才是爽。我觉得这辆车的 handling 是一辆非常好玩的 handling 的一辆车。是啊。它不是那种给你很有力，但是那个就是 handling 那方面可以你会觉得很开心，很爽的那。因为之前第一次听到人家讲飞雷迪很重 ，handling 不好，这是我听人家讲而已啦。这真的是要试一下就知道了那个。这辆车的所有的 bush 我都换完 Super Pro 的 bush， 只是换 bushing 哦，它总共是用了我30多力的 bushing。哇，还有这样多力啊！很多力的 bushing， 比如果一般的车，如果你说回老车 BM 啊那些，它应该是乘2那些 bushing， 虽然不是很多它的支撑很多，哇，这样多车了。哇，爽，很开心啊！突然加了这个车，它声音是太爽了。我现在用这只套 01的 Go Edition 是偏向舒服了。我已经调它的 Absorber 调到差不多叫做前面是最硬了啊。然后那个感觉就是还是不是这么理想，所以如果重新给我选择的话，我应该会选择一些日本的 performance Absorber。Half Cut 有很多，一定是哦。Half Cut 很便宜。便宜啊！很便宜，应该是很少人会玩这个车。一个 HKS 和 Hypermax 有可能是2000多，2000多3000多 ，KW 也是 V3 也是大概3000多。哇，便宜哦 ，V3 哦。Hydraulic 的方向盘就是直接，很重一下的。如果我们在普通 parking 用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哇，方向盘很重哦，女人家应该是很辛苦一下。calling 的，按到了，按到，不好意思。哇，你要去哪里哦 ，taxi？ 啊？哦，的确，我感觉到很舒服一下的哦。这个 adjustable。OK， 哇，终于来到山脚了，有一点兴奋哦，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哎 ，OK， 所以是 handbrake 不准，
不吃。啊，没有调。可以，将我精一号呀。In case 哦，是忘记试了你的音响一下哦，改有那个音响。哦。OK，Thank you Gary，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See you。哇，费力地上山哦，很少可以看得到啊，真的。费力地上山。试驾好了，各位哈，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冲上营销再见，拜拜。